我这一天真是太北京了，就北京人一天，我跟你说都过不了这么北京。卤煮，这真是个大硬菜啊！蘸满麻酱。我要是北京豆汁证明，这网上都夸张。我只要你经过豆汁店，我肯定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PD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助理彤彤。请问您在北京生活了多少年了呢？我自打娘胎里呢，就是在北京生活，算不算？北京人真这么说话吗？我这不是被你带的。所以今天就是临时起意来一个地道的随缘北京吃播，您里边请，走着。结果小助理带我来的第一家店，北京的豆汁儿，您可真是地道啊！这看着像早餐店似的。对，其实这些一般就是早餐。这烧饼看着都不太一样，和我们什么麻酱烧饼，菜单我都看不懂，什么爱窝窝、排叉、鸽子盒、自来白，这都啥呀？我们先点了一份北京早餐3件套，豆汁儿、焦圈和我是不太明白这个搭配啊，但是豆汁儿早就久闻盛名了，听说外地人是一口都喝不了。人瞅这色儿，当然还能再喝呢。您觉得好喝吗？我们还点了一份这个北京的麻豆腐，这个绿过滤的那个渣，剩下那个水就是这碗豆汁儿。您可真爱我呀，给我点了2碗这个。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，他们网上都夸张，这和豆浆其实有点像，但是咱们豆浆是黄豆，这个北京这豆汁儿好像是绿豆的。它这经过发酵了又，嚯！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，他们网上都夸张。我要为北京豆汁证明，我之前就听说北京豆汁有一股下水道味儿，它没有。谁说有下水道味儿呢？谁家下水道这味儿啊？还是可以接受。真不行，这真不行，真不行，这个东西它就是一种什么呢？令人作呕的酸味儿，非常酸，而且它不是普通酸，胃酸的那种感觉。这没什么味道，这没有味道，那就是发酵了。好接受了一些，哎，所以你说，我没法要了，那个奶都饿了。我们就是从小打，从小就喝，对，从小就喝。爷爷能喝吗？豆汁儿也能喝，但是那我就，您是真喜欢喝这个，就好这口。我只要经过豆汁店，我肯定进去。啊，差距这么大，一天都能喝，一天都能喝。一般我们都吃米饭，这就米饭，哎，对，特别下饭。这上面还带着辣椒呢。醋心，一般都是麻豆。好吧，咱们俩。哎，走了。再见。长得非常俊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基本就吸引我。真的呀，哎呦。对，本来那个麻豆腐一进去，我眼白都翻上去了。爷爷这一句话给我魂又拉回来了。北京焦圈，直接吃，那是蘸豆汁儿。这玩意儿蘸豆汁儿。这么吃就还行，它这咸菜特好吃，麻辣味儿的咸菜已经把豆汁儿那酸味压去不少了，还可以。但是我应该不会说早上吃饭想吃这玩意儿。然后他又点了一个豌豆黄，我对豌豆黄唯一的印象就是小的时候看史铁生的一篇文章，里面写着他小的时候最爱吃仿膳的豌豆黄，就绵绵的、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。你这就是那个豆子的沙沙那种口感，有点小甜。我今天的早餐看来只有它了，这个玩意儿就送给您啊。后面有个人吐了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北京的牛街，小助理说这条街是一条清真街，北京的回民都是生活在这一片，所以这个位置的牛羊肉特好吃。主要它这馅儿，就基本上一个包子，然后里面全是馅儿。是挺好吃的。你看它这个是暄暄的，然后还带眼儿，像面包似的那种口感。哇，贼好吃，太鲜乎了。现在又来到了下一家店，也是排着长队呀。咱就是说，磨唧唧的，看着太爽了。我先尝一下这个江米糕，这就是北方的切糕吧，然后放了豆沙泥，加了个山楂条。
哎呦，这个糯呀，哎呦，张不开嘴。虽然看起来有那么一丢丢其貌不扬，但是真的很好吃。然后就是非常非常著名的驴打滚，豆汁儿是绿豆，豌豆黄是豌豆，那个糯米里面是红豆沙，这外头又裹了一层黄豆粉。这北京人挺爱吃豆啊。哎呦，哇塞，这豆粉太香！其实作为一个北方人，驴打滚我可没少吃，但是我第一次见到里面豆沙厚成这样的驴打滚，而且这个米没见过这么糯的。太软了，但是有点不饱肚子。那就再带你吃点硬的，整完软的整硬了。卤煮，这真是个大硬菜啊！哇塞，这个大锅，这个太大了，这个。板子上没有东西的时候也在煮，这是不会打乱节奏。有可能，有可能。这家店果然是相当的硬啊！先查查这个北京灌肠，但是我看它是跟肠没有任何的关联，看起来像面片一样的，它是蘸这个蒜末吃的。我特别爱吃，吃着有点像苕皮的感觉。你就没出点肠的感觉来？那倒是真得想象。把它想象成肠，这有点费劲。然后小李又点了一个这个炸鸽子，鸽子这两个字我只在鸽子窝里见过。它是因为那个啊，因为吃起来咯吱咯吱的。绿豆面粉做的。哇，它这个声音果然是非常的酥脆。中间没有完全凝结，有点像那种油炸包浆豆腐，这个还不错。现在吃的这道菜就是北京卤煮了，我理解的应该就是把肉卤了，然后一锅煮了，叫卤煮。它里面料还是很多的，然后里面还有这种猪大肠。哇，这个肠好吃哎！这肠真软。它这个卤了很长时间才那一锅。里面还有这个猪肺。这不是蒜汁儿，蘸的，这蒜汁儿是蘸这个灌肠。拦不住一个东北人对蒜狂热的爱。哎，蒜汁儿好。这个好。哎，这味道对了，这味道对了。白肉蘸蒜泥。那不东北不都这么吃吗？然后我们还出现了一位新陪吃员，隆重的介绍一下，叮，大家好。这位是我的哥哥。对，异父异母的亲表弟。我们频道每次来新嘉宾的时候都是有规矩，什么规矩？新嘉宾要献歌一首。你这提前没跟我说呀？我这好歹也是你二哥，你就这么为难我？那又不是我二爹，有什么不行的？唱首歌来，来。是说咱下一站去哪儿？下一站吃爆肚。我这一天真是太北京了，就北京人一天，我跟你说都过不了这么北京。居然在地铁上偶遇羊毛，正好在看我的视频，看看人家已经3连了。多多点赞，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、评论、投币。你比我还要专业。我还没有吃过北京的爆肚，但是我没有想到它有这么多的种类。这是散单最常见的百叶，这是油爆牛肚仁，水爆羊肚仁，羊实心。今天这顿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就是色香味俱全。是，这一般人确实是有点受不了。它自从上来以后，吃爆肚的话，你把这爆肚吃到嘴里，嚼出那声音像吃黄瓜一样，这证明会吃。江南一下最常见，这我们吃火锅的时候都会吃这个吧，牛百叶，然后蘸满麻酱。这麻酱太香了，这就是我们平时吃火锅吃的毛肚，没有什么区别。确实挺嫩的这个毛肚。这个就是叫羊散单。味道可以啊，早上那个豆汁儿岔出来，是不是感觉比百叶脆？软，而且这个口感比牛百叶要嫩很多，但是味道呢，说实话一样，我反正没吃出来。其实我也吃不出来。其实我之前根本不知道北京的爆肚有这么多种类，因为牛有4个胃，里面的每一个不同的部位都不一样。这个羊肚仁吧，有点像蟹棒，有没有？哎呀，这个味道，这个味道有点重。这个不太行，这个我不行。看来北京这个我哥带我吃这个。我小时候到底怎么你了？你告诉我说一说。没有，你小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特别乖的一个小孩子。对，你刚出生的时候，我和大哥就打赌，看这个小朋友喜欢谁不喜欢谁。结果呢，我先起一走，你看见我直接就哇哇打。那个仇一直记到今天，这请我吃爆肚。一爆还一爆。
那我看看我亲爱的哥给我准备的最后一碗。你说这个豆汁儿让我选一个，我竟然有点无法抉择。这盘一上来，整个店直接变成就是北京动物园。这种东西多吃几次就习惯了。来都来了，来都来了，来都来了。加一个了。来来来，看一下它啊，就是这个先不说味道啊，口感是不是最韧的？别对着我说话。哎呦，哎呦，我不呼吸。这份孝敬您了，哎，我从小就是一个特别尊敬长辈，孔融让梨。所以你知道小时候为什么锁你喉了？我刚刚还在快乐的吃饭，回来之后这位仁兄快到了，然后我就着急下去，我也没注意看，2节台阶我当1节台阶迈了，然后我都不知道那一瞬间怎么发生的，然后我摔倒的时候我的脚是这样的，然后我的腿就是这个样子的。看它下面这块脚，这肿的，看看。这是真实的故事，这不是节目效果。别走动了，简直这什么事儿啊！这叫现在简易的给它用冰袋包扎起来了。今日一别，又不知何时相见了，朋友。这个送给你，好好保留着。我们在清华的回忆。又哭了，见面也哭，走也哭。